忍辱负重30年，为给儿子完整童年。一次清大教授退居集团幕后，在家洗衣做饭当佣人，却遭孙女当面嫌恶，用外语骂蠢货，儿媳贬我没尊严，儿子止不自己还当众呵斥我，不装了，这不孝子孙的嚣张，我必碾得粉碎。张律师，我现在需要你收回我名下所有的房产，冻结我所有授权给儿子的银行账户，停止对他的一切资金支持。江先生，对方是您的儿子，这样做，他们一家3口会无家可归的。我要的就是他们无家可归。好，我这就去办。孙女留学归来第1天，我亲自毁了这个家，是我做的太绝了吗？哼，整整30年当牛做马换来的却是一具蠢货，这个家不要也罢。月月，快尝尝这个糖醋排骨，你小时候最爱吃的，爷爷特意多放了糖。爸，您真是太疼月月了，月月，快谢谢爷爷。爷爷，我都说我吃不下了，我在法国吃的都是沙拉牛排，这种油腻的东西，热量太高了。哦，是爷爷忘了，那喝点汤，这个乌鸡汤，爷爷炖了1下午，最是滋补的。哎呀，爷爷，您别弄了行不行？我都说了不要了。月夜，怎么跟爷爷说话呢？月月刚下飞机，有时差，人累着呢。爸，您别介意啊。Sherry, patience, just concatan brandy, car, LNA possible quiddy culture, NAPUT possible with our companday. Moment, JNE performance plus loose supporter. See view comment put IL at tree as I stupid. 蠢货！爸，你看他们娘俩感情多好，还有悄悄话呢。是啊，多好啊，好到可以当着我的面肆无忌惮地骂我蠢。Excuse me, can you do the KC 的列条啊 lower? Two, comment SCK2, Francais. JET demand, can SCK2 appels en con, SCK 长 grandpair can leave the purest tongue in France. 爸，您说什么呢？我们没说什么啊。月月他就是随便念法语单词，背单词呢。背单词 ？Stupid！ 这就是你在法国花着1年几10万的学费学回来的单词。爸，您闹够了没有？月月刚回来，一家人好好吃顿饭不行吗？您非要在这儿找事是不是？找事？我被孙女指着鼻子骂蠢货，在儿子眼里竟然是我在找事。姜伟，我在你眼里就是这么一个无理取闹的老头吗？难道不是吗？您会说2句法语了不起了？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几句洋文，就在这儿卖弄。您知不知道，您这样让我在敏敏和月月面前多没面子？面子？你的面子比你爸的尊严还重要。尊严？一个天天只知道做饭打扫卫生的臭老头，你跟我们谈尊严？江姐，你别给脸不要脸！要不是看在姜伟的面子上，你以为你能在我们家住这么久？好，那我这30年就当喂了狗。既然不愿意吃，那就都别吃。爸，你疯了！你要干什么去？让他走，我看他能走到哪儿去。一个没钱没本事的臭老头，离了我们家，他连饭都吃不上，不出3天就得哭着回来求我们。这个家我不会再回来了。大爷，去哪儿啊？师傅，丽卡庄园。大爷，您确定那地方没通行证可不让人进呢？我有通行证，你放心去就是。哼，又不接电话，真是的，这么大岁数了，一点都不知道消停。他难道不知道没了我们，他连饭都吃不上，还敢翻脸？放心，他全身上下连300块都拿不出来，等没钱了自然会回来服软的。别管他了，你快去准备吧，明天还得参加腾龙广场的剪彩仪式呢，不是？妈，什么剪彩仪式啊？腾龙广场的剪彩仪式啊，腾龙集团旗下在 S 市投资几10个亿的大项目，你爸爸可是人家钦定的项目负责人，据说这次还能见到腾龙集团董事长呢。月月啊，你明天换身衣服，我带你出去见世面，别像你爷一样见识短浅，上不得台面。好的，爸爸。私人庄园没有通行证的禁止入内。安大更，我这也是送人来，后座这大爷说他有通行证我才来的，您要不问问他？你确定他有通行证？我怎么看都不像。尊贵的黑钻业主，保安003号小陈为您服务，欢迎您回到丽卡庄园。现在可以放行了吗？当然可以，业主先生，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千万别和我一般见识。江先生，晚上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李昂，很高兴为您服务，这边请。李管家，帮我准备几样东西。您请吩咐。一套适合我的新衣服，从里到外。另外，帮我准备1顿晚餐，送到房间来，我饿了。好的，江先生，关于服装的品牌和风格，您有什么偏好吗？别太张扬，最好的就行。
李管家，帮我约一个律师，记住要最好的，处理资产和房产纠纷的那种。是，江先生，我们这就派人联络 S 市顶级律所，我马上为你安排合伙人级别的律师过来。江先生您好，我是德胜律师事务所的张涵。张律师，现在我有一笔私人资产需要你帮我处理。江先生，如果这些文件属实，您名下的资产非常惊人，包括腾龙集团数十个海外账户，以及一栋位于市中心的大厦。没错，那座大厦曾经也不过是个小商铺，为了供江伟出国留学、结婚买房，他们都以为我卖掉了它，但其实只是租了出去，如今是价值数百亿。而现在看来，我为江伟做的一切，留下后路，终究是错付了。张律师，还有几件事我需要你现在就去落实。第一件事，卖掉我在固北1号的那套别墅，也就是我儿子江伟他们现在居住的那套。您儿子江先生，您确定要这么做吗？当然，那套我没记错的话，房产证上只有我的名字。现在我要你以我的名义给他们发一封律师函，1天之内将他们驱逐出去。江先生，我再问一遍，当事人是您的儿子，您确定？张律师，你只需要告诉我有没有这个权利卖就行。当然有，如果您是唯一的产权人，完全有权处置您的房产。那就无需再问，你放手去做便是。第二件事，停止对江伟的一切资金支持，无论是公账还是私账，全部撤销、取消、冻结，让他别想再从我这里拿到1分钱。好的，江先生。还有一件事，明天 S 市的腾龙广场在剪彩仪式，我要亲自到场，你帮我安排一下。是，江先生。妈，我饿了，家里有什么能吃的吗？吃，就知道吃，你爷爷都被你气跑了，现在没人给你做饭了。不过这老头也真是不知道发的什么疯，还说不得他2句了。好了，都别吵了，谁叫你非要遣散佣人，把一切都交给他？现在赶紧叫个上门服务收拾一下，一会我们订个餐厅就是了。上门服务，我才不叫，这些事就该让这臭老头干，谁都不许动，就放着等他回来让他干。反正这个月的生活费我也没发给那老头，用不了多久，他自然就会回来认错的。多少年了，多久没有一觉睡到自然醒了？不用逼着自己5点起来买菜、做饭、打扫家务。江先生早上好，请您用餐，用完餐后，昨天见过的张律师会再来见您。好。江先生，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草拟了律师函，要求您的儿子一家搬出固北1号。此外，关于对他资金的全面封锁也正在进行中了。行，辛苦你了。最后再麻烦你在剪彩仪式时把这份律师函转交给他。当然了，先生，这是我应该做的。不过，先生，关于您孙女江月小姐，我们查到了一些你可能感兴趣的信息。江月小姐目前就读于巴黎，主修艺术。说来也巧，她申请并获得的法兰西皇家奖学金最大的赞助方正是您名下的腾龙集团。而且据我们查验所知，她这笔奖学金没有上限，相当于一直在烧一张没有额度限制的信用卡，而支付这笔钱的就是先生您。你的意思是，这个不孝孙女这几年在国外潇洒，一直花的都是我的钱？这恐怕是的，江先生。好，真是岂有此理！他在国外倒是潇洒自在了，转头就拿法语骂我。他这些年一共花了多少？我要以他目无尊长这一点收缴他全部奖学金，这一点可是在奖学金条款里写的清清楚楚吧？没错，先生，您孙女的行为的确违反奖学金条款，而她这些年来一共烧掉了腾龙集团8000万美刀。好，那差不多应该让他尝尝梦醒的滋味了。给我全额追缴，还不起就让他退学，打工还债。是。江总，我可恭喜你啊！腾龙广场落地，不仅仅是腾龙集团的版图再创辉煌，我们 S 市也可以跟着一起腾飞啊！哈哈，那是当然。腾龙集团既然愿意花几十亿选择我，选择了 S 市，那必然是看中了我的能力，看中了 S 市的潜力，而我也必然会让 S 市的发展更进一步。江总，这就是你女儿吧？好漂亮啊！不愧是一家子，这一眼就看出江小姐气质非凡。那是自然，我女儿从高中起就留学法国皇家学院，那么多年都和法国皇室成员待在一块，这些年早就和一般人不可同日而语。未来她也是我江家唯一的继承人。请问江先生在吗？我在，你是哪位啊？我是德胜律师事务所的张涵，受江谦先生委托来给你送律师函。律师函？江谦，你开什么玩笑？我爸他给我发律师函？关于售卖固北1号，固北1号这不是我们家吗？什么意思？那老头他疯了？是啊，爷爷他在发什么神经啊？你确定没搞错？这套别墅可是我的房子，我爸
卖掉，你别逗我笑了。根据江谦先生提供的材料，这座房子产权完全归他一人所有，他有权处置这套别墅。你说什么？疯了！你爸真的神志不清了，说他2句他还就把自己当大家长了。卖别墅，他1年的生活费够买1块砖吗？他就敢说卖？江谦在什么地方？我现在要你立刻马上把他带过来！真是疯了，这老东西！很抱歉，我无权告知你我委托人的位置，但我奉劝一句，律师函内容绝无造假，请你在看完后342号醒。告辞。什么情况？这样的家庭也会闹矛盾？气死我了！这老东西可真会挑时候，偏偏是剪彩仪式那么多人看着的时候，存心让我在外人面前丢脸吗？算了，老公，你也说了，现在这么多人看着呢，先别和他一般见识了，一会就要剪彩了。今天腾龙集团董事长也要来，等办了正事再收拾他也不迟。是啊，爸爸，先别气了。爷爷这次那么不顾我们的面子，也别怪过2天他回家，我们和他算账。腾龙集团董事长道：“爸，爷爷，爸，这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腾龙集团董事长原来是个老绅士啊！是呀，身价上千亿的人出场就是不一样，霸气侧漏，贵气藏都藏不住。什么乱七八糟的，还贵气？他才不是什么董事长，充其量是个会洗衣做饭的臭老头罢了。臭老头，爸，你还敢出来？你这身衣服哪来的？赶紧脱了，别再给我丢人了！不孝的东西，起开！你够了！爸，你别逼我翻脸不认人！你眼里要还有江家的话，就快脱了衣服！冒充腾龙集团老总，我江伟实在对不起这个人。我冒充？呵呵，难道不是吗？你不就是被月月骂2句急眼了，才做出这种蠢事吗？就是爷爷，你就当我知道错了，当我昨天多嘴好不好？我给你道歉，求求你快点回家吧，别出来丢人现眼了，不然的话，以后连家都不好回了。哈哈，我丢人？你们一家真是臭不要脸！什么情况？这不是腾龙集团董事长吗？怎么又成江总他爸了？很抱歉，让大家见笑了。这老头根本不是什么董事长，他就是我的公公，只不过他脑子有问题。昨天我女儿不过和他吵了2句，他就闹脾气，把饭桌掀了，离家出走。摊上这样的公公，我也只能和大家说抱歉了。原来是这样啊，难怪这老头敢冒充董事长，原来是无知者无畏啊！呸，真不要脸！嗨，我要有这样一个爹，早给他丢外面自生自灭了，谁还带在身边啊？大家有所不知，平日里我们对他可都是好声好气伺候，结果换来的却是大闹剪彩会，还请演员明目张胆的和我们抢房子了，真是好心做了驴肝肺。哎呀，嘿，这种人和寄生虫有什么区别？这老头怎么不去死啊？爸，既然都说开了，那我也不能再惯着你了，忍了你那么多年，今天你必须给我道歉，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鞠躬道歉，然后再解释清楚一切都是你自导自演，否则我们断绝父子关系。你们俩演够了吗？爷爷，别逞强了，你还是低头认错吧，不然流落街头饿死了，我们可都不管你。管我？谁要你们管？我今天的诉求只有一个，就是律师函上写的，通知你们滚出埠北1号。江姐，你还敢说我们演够了没有？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以为只要几句话一套别墅就是你的了，还让我们滚出去，你配吗？就是，爷爷你醒醒吧，这房子是我爸妈买的，你白住了那么多年，不知感恩就算了，还想把我们赶出去，真是可笑。可笑？你好好看清楚，到底是谁可笑？这不可能，江姐，当初结婚时你不是说这别墅是你一个人买的吗？哎，当年买房的时候我忙着结婚，房子的事是交给我爸去办的，谁知道这房产证上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好，爷爷，你这算盘打得可真好啊！为了这一个房子，居然处心积虑了10几年。哼，算盘，你最好还是先问清楚你爸爸当初这房子是谁花的钱再发言吧。爸，够了，你别再发疯了行不行？这房子当然是我花的钱，你今天说什么我们也不会办的，你要是再闹，我可就真叫保安把你插出去了。这老头都到这份上了还装，江总摊上这么一个爹真是倒大霉了。就是啊，哪有亲爹这么不给儿子面子的？明明今天剪彩对江总那么重要。哈哈，一群无知的东西。江伟希望一会我公布身份了，也能有那么多人维护你吧。江姐，听见没有？你有多不要脸，大家可都看在眼里呢。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带着你的狗屁律师函立马消失，否则以后有你好看的。有我好看的，那我倒要看看是谁先好看。爸，我们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到底要怎么样？你别逼。江先生，你要求对江伟一切源自你的资金来源封锁已经完成了，包括基金、银行卡、信用卡账户的，江伟不会再从你这得到1分钱。你说什么？账户全部冻结？没错，
这只是第一步。从今天开始，我这30年的债，我都要一笔一笔的讨回来。江姐，你真疯了！你以为你是谁啊？说我冻结就冻结？什么？我的账户居然真的全都被冻结了？不可能！他一个臭老头哪来的这么大能耐？爸，你闹够了没有？还敢冻结我账户？我看你是真疯了。就是啊，爷爷，你这是干什么？你封了爸爸的账号又能怎么样？到时候惨的是你，连生活费都拿不到。生活费？哈哈，姜伟你别急呀，这才个人账户呢，还有公司账户呢。姜总，不好了，就这刚刚我们公司的账户被冻结了，公司账户上的钱我们1分也动不了，再这样下去，业务都没法继续了。你说什么？公司账户？谁有那么大的权利冻结我们公司的账户？他们知不知道和我们合作的是腾龙集团？敢冻结我的账户，疯了吗？随手就能冻结腾龙集团的业务，这人起码得是董事长级别的人物吧？爷爷，你究竟用了什么手段，竟然能做到这一步？但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吗？没了爸爸，你难道真的想去流浪吗？流浪？江月，在你眼里，难道我真的就只能指望你们一家来养活我吗？难道不是吗？你这么多年在江家白吃白喝，没有了江家，你还能干什么？干什么？呵呵，如果我告诉你江家现在的一切都是我给的呢？胡说八道！就凭你给江家做过什么贡献，就敢在这大言不惭地说都是你给的，可笑！可笑是吧？那好，那我们是该好好谈谈你出国留学那么多年挥霍的这8000万美刀的事了。我看你真是疯了，拿个破信封就敢来吓唬人，还8000万美刀，你怎么不说8个亿呢？就是我这么多年在国外花的钱，看都是爸爸合作的腾龙集团赞助的，和你有半毛钱关系。Twelve you pretender！ 爷爷，你干什么？你是不是还以为我在家里听懂的2句法语是蒙的？我告诉你，江月，我江谦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花钱送你出国留学，仁义礼智信全忘了，只学会拿着我的钱享乐，回头还敢骂我。从今天开始，我就要清理门户。爸，你看爷爷打我，你不管他吗？爸，你到底要干嘛？你对我们发疯就算了，月月他可是国外留学高材生，江家的未来，你怎么舍得动手打他的？高材生？哼，我看是不知廉耻的不孝子孙才是，张口闭口就只会拿法语骂人，这种高材生你也把他当江家的未来？不过没关系，他很快也不是什么所谓的高材生了。你什么意思啊？自己看吧。月月，这上面写的什么意思？退学通知，我被学校给退学了。怎么可能？月月，你不是说你在学校成绩一直品学兼优，才拿的奖学金吗？校方有什么理由开除你？一定是爷爷干的，一定是爷爷在暗中做了手脚。月月，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他一个什么靠着我们才能活下去的老头，怎么可能有能力做出这种事情？就是他每天都在给我们江家烧水做饭，顶多认识几个卖菜的大爷大妈，怎么可能有法国的人脉来开除你？是法国那边的电话，是学校打来的。快接啊，问个清楚。Bonjour， quoi？ 月月，学校怎么说啊？爷爷，肯定是爷爷干的。学校说不仅要把我退学，还要追缴我之前所有的奖学金，8000万美金。什么？不可能啊！他一个洗衣做饭的老大爷，哪来那么大能耐？学校那边还说是因为我不尊重长辈，才要撤销我的奖学金的。一定是爷爷他举报了我。什么？江谦，你怎么能这样？再怎么说她也是你的孙女啊，你就心甘情愿这样毁掉她？我毁掉她？毁掉她的不是我，是她自己。拿着我给的钱，却只学会了怎么挥霍，学不会一点尊重人，那就别上了。我的天哪，江总的女儿是被法兰西皇家学院开除的吧？你这所学校在全世界的知名度，这辈子算是毁了。就是啊，哪有这样当爷爷的？这不把亲孙女往火坑里推吗？爸，你现在立刻给学校打电话，撤销对月月的举报，否则我们这一家跟你没完。没错，江谦，你怎么这么冷血无情？月月可是你一手带大的孙女啊。是，没错，她的确是我一手带大的孙女，但她在饭桌上骂我蠢货，大庭广众之下对我也是一点尊重没有。我不冷血无情，难道还要对她感恩戴德吗？够了，爸，你不撤销是吧？我现在就联系最偏僻的养老院，让你住进去，你这辈子都别想回家，死了也没人给你收尸。养老院？不，那可太让你破费了，我可受不起你们这份孝心。我们干脆点，现在就直接断绝关系。爸，你什么意思？你疯了吗？要和我断绝父子关系？哼，你都要把我送去养老院了，不把我收拾都说出来了，
我还留着这父子关系干嘛？好，江坚，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姜伟，快签字！我早就受够这老头了，趁早弄出去也好。爸，我最后重申一次，只要你能认错，你别叫我爸，以后我没你这个儿子。好，冥顽不灵的老东西，你非要闹成这样是吧？那我就成全你。我倒要看看，没有我以后谁给你养老。江坚，姜伟已经签字了，你已经和这个家没有任何关系了。现在这个场合，你给我立刻滚出去！滚出去！我凭什么要滚出去？该滚的是你们才对。够了，让我滚！我看你真是老糊涂了。今天这次剪彩会是腾龙集团钦点的，我来当嘉宾的。你要是再无理取闹，信不信我让人把你扔出去？爸，你来快看，法兰西皇家学院发律师函过来了，他们说要是我再不归还奖学金，就要起诉我，我该怎么办啊？爸，你以为你一个举报就能把月月的人生给毁了？笑话！实话告诉你吧，这个皇家学院背后最大的赞助商就是腾龙集团，想开除月月还得问我同不同意。月月，你放心，我现在就给吴总裁打电话。还有多久到剪彩现场？回总裁，马上就到了。再快一点，董事长头一次参加剪彩，我们可不能让他等太久。吴总裁，江总的电话。小陈，你记一下，董事长说了，他和姜伟一家再无关系，即日起我们集团取消姜伟的一切合作，投资也全部收回。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怎么回事啊？吴总裁怎么不接电话啊？等我再打一个。姜伟，别浪费时间了，你永远不可能打通吴韵电话的，除非他不想干了，并且从现在起腾龙集团不会再和你合作了。够了，江健，腾龙集团前后投资了我几十个亿，又刚刚任命我做 S 市的总负责人，你以为你是谁？一句话就能改变这一切？就是一个只知道洗衣做饭的老头，真以为看了点财经节目就能在生意上指点江山了吗？真是张口就来。江总，大事不好了！腾龙集团刚刚打来电话，通知我们要终止合作，并且撤下这次你剪彩人的身份，收回 S 市的这个项目。你说什么？江谦，你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腾龙集团会突然撤销我在 S 市的项目？我知道了，江健，一定是你这个不要脸的老东西跑到吴总裁那边去嚼舌根了，对吧？你这个老头怎么那么坏啊？毁了月月还不够，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放过。什么情况？又是这老头，他到底要干什么？不应该啊，这可是几十亿的项目啊！这老头再怎么能嚼舌根，这种级别的项目是他能撼动的吗？爸，算我求你老人家了，这是我的事业，不是儿戏。你快打电话去和吴总裁说清楚，我的事业要是完了，江家就彻底完蛋了。首先，我说过了，你不要再叫我爸了，我们已经断绝父子关系了。其次，你凭什么觉得是我在和吴韵诋毁你？爸，如果不是你去诋毁我，吴总裁他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决定？我可是腾龙集团钦点的人，不是你从中作梗，腾龙集团怎么会出尔反尔呢？姜伟，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就是腾龙集团董事长？哼！江健，我看你真是得了失心疯了，你就是个只会洗衣做饭的死老头，还敢妄想自己是腾龙集团董事长？别逗我笑了。我带着江氏集团打拼了那么多年，倾注了那么多心血，今天要是合作真的撤销了，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是吗？那你放马过来啊！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不放过我。疯了你才真是疯了！你这个年纪不在家安安心心养老不好吗？我供着你养老还不够吗？你非要搞得大家都收不了场才满意，是不是？是，但那又怎样？我就是要让你这个家鸡犬不宁。你是有脸说供着我安心养老，好像我在你们家享福了似的。姜伟，你摸着你的良心好好想想，我这30年在你姜家过的究竟是什么日子？每个月几百块的生活费，你抠抠搜搜，给流民买个包随便就是好几万，这就是你说的供着我吗？天天说我是个只会洗衣做饭的老头，那么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我这把老骨头是怎么让你们这个家鸡犬不宁的。好，臭老头，你还没完没了是吧？你不会以为你仗着自己老年人的身份，我们就不敢收拾你了是吧？就是，你简直是史上最不可理喻的爷爷，我一定要在网上曝光你。好了，别和他废话了，好好一次剪彩会，被他搞得鸡飞狗跳的，我不想再和他废话了。来人，把他给我轰出去！老头，江总说了，你现在给我出去！住手！你知道我们家先生什么身份吗？你就敢把他赶出去？他有个狗屁身份，马上变成流浪汉的臭老头，你们还愣着干嘛？还不快把这死老头扔出去！大胆！我看你们谁敢！一群鼠目寸光的东西！今天这场剪彩会，要是我家先生不在场，还有什么举办的必要？
装够了没？你一个演员还装上瘾了？一口一个先生，真是让人恶心。不知道的还真以为这老头是腾龙集团董事长呢。刘敏，你怎么敢确定我就不是呢？哈哈哈，江谦，你个土埋半截的老家伙，还真是臭不要脸！你是董事长，你当我们是傻子吗？就是，爷爷，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还是个老戏骨呢？真不要脸！爸，还是快把他赶走吧，我们这是剪彩会，不是影视城。他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你们两个还愣着干嘛？快把他赶出去啊！我看谁敢！吴总裁到了。吴总裁，你可算来了！刚才我可联系了你半天了，你怎么都没回我啊？姜伟先生，贵公司和腾龙集团的合作已经终止了，以后还是不要再来找我了。吴总裁怎么会这样？真的假的？这是不是太突然了点？吴总裁啊，你是不是听姜伟他爸瞎说什么了？这是不是你听到的那样的？都是这死老头瞎编的，你可千万别弄错了。你说他是死老头？本来就是，你都不知道，这个不懂感恩的死老头，在你来之前他就一直在大闹剪彩会现场，把咱们这剪彩会都搞得鸡犬不宁了。照你的意思，我应该追究他的错落。吴总裁，你要是不信，可以问问大伙，大伙都看到了。没错，刚才我们可都亲眼看见了，这老头一直蛮不讲理。就是，我们都可以替江总作证，是这老头一直在胡搅蛮缠。够了，都给我闭嘴！董事长，对不起，我来晚了，让您受委屈了。什么？董事长？吴韵，好久不见。董事长，腾龙集团欢迎您回来。真的假的？我没听错吧？吴总裁管那老头叫董事长？难道说是我们误会了？这老头真是腾龙集团的董事长？吴总裁，这一定是在开玩笑吧？他怎么可能是腾龙集团的董事长？哼，你看我像开玩笑吧？他凭什么不能是董事长？动动你的脑子，好好想想，这些年如果不是你父亲，我们凭什么一直优待你们江氏集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可是我爸他当年不就是个普通的工人吗？那还不是因为怕你败家，要是早就告诉你他是腾龙集团董事长，腾龙集团这些年早就破产了。但尽管如此，董事长还是在暗中一直帮衬你们，给你们想要的一切便利，到头来却被你们这般对待，真是养了一窝白眼狼。爸，我错了，之前是我猪油蒙了心，我给你道歉，我让月月、刘敏，我们全家一起给你道歉，你把我名下账户解冻好不好？不然一切真的全毁了。我看还是免了吧，我和你们一家的关系刚才就断绝了，你们的道歉我受不起。姜伟，当初董事长为了你们这个家，为了你，毅然决然地选择放下工作回归家庭，可你们呢？30年了，你们给过他基本的尊重吗？不过是学会了几句法语，就转头骂自己的爷爷。你们走到今天全是咎由自取，活该。哎呀，腾龙集团董事长那么伟大牺牲，居然就服务了这仨白眼狼，真替他不值。就是啊，吴总裁说的对，这家人啊就是活该，有这么好的老爷子都不知道珍惜。爸，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我好歹是你的亲儿子，月月也是你的亲孙女啊。是啊，爸，你又不早说你是腾龙集团的董事长，你要是早说，我们也不会这么对你。你的意思是，如果我只是个身份普通的老人家，就活该被你们羞辱吗？爷爷，我错了，我不是故意要骂您的，那天我就是不想吃东西。够了，吴总裁，我不想再见到他们，让他们立刻从我眼前消失。另外，让今天之内也让他们从我的别墅里消失。来人，放开我！爸，你不能这样，我可是你唯一的儿子。吴总裁，备车吧，我想回公司一个人静一静。董事长，您的这些荣誉证书啊，这么多年都给您完好留着呢，包括优秀企业家、集团上市证书，还有您当人清大语言学教授期间的所有荣誉也都在这。想当年我为了姜伟不缺陪伴，推掉集团董事长的工作，辞了清大语言教授，退居幕后抚养小家，没想到头来却活得和笑话一样。董事长，其实啊，这些年清大很多老教授都来过公司，希望你回去继续上几堂课呢，结果啊都被你回绝了。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哪还能跟上现在年轻人的节奏啊？当然可以了，你可能不知道，你的语言课视频这些年在清大依旧是一流的水平。其实，董事长，我觉得你也该为自己活一回了。是啊，吴总裁，你说的对，我是该为自己活一次了。吴总裁，你替我安排一下，明天回清大看看。江先生，你们一家3口的私人财物已经清点完毕，从今天开始，这栋别墅已经不属于你们了，齿轮我已经抹去，你们可以离开了。
爸，这可怎么办啊？难道我们真的要流落街头了吗？还能怎么办？你爷爷要的就是我们一家3口流落街头。这死老头藏得够深的，居然瞒了我们30年。行了，现在再怎么骂也无济于事，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把月月的奖学金还了。可是爸爸，那么大一笔钱你上哪去凑啊？你也知道，拿着奖学金就知道挥霍。姜伟，你怎么能这么说月月呢？要怪还得怪江谦那死老头，不就是一点奖学金吗？我把这些年买的包包卖了，不就还上了？可是妈妈，我还被开除了啊，将来该怎么办啊？这我倒有个办法，我在清大语言系认识一个教授，请他帮忙把月月转过去，只要能顺利毕业，月月的前途应该还有救。真的吗？太好了！月月的事解决了，那公司那边怎么办？哎，实在没办法，只能去求那个老头了。江教授，真的是你，好久不见，欢迎您回来。乔校长，好久不见。江教授，这一别得有30年了吧？没想到你会突然回来，怎么样？要不要考虑回来继续任教啊？乔校长，都30年没教书了，我担心。江教授，你可别谦虚了，当年您可是咱国内语言系学者的头把教义，精通7国语言，区上个课，有什么好顾虑的？要不这样，江教授，我过会呢正好有节法语课，这边呢刚好有个从国外回来的学生找我办转学，您就先帮我带1节课熟悉熟悉如何？我这么多年没上过课了，能行吗？行不行？那得上了课才知道。正好了，这学生一家已经在办公室等着了，我呢去处理一下，忙完就回来接替你。那行吧，这我再拒绝就有点不礼貌了。白教授，这资料都带来了吧？都在这了。不对啊，你这被法兰西皇家学院开除了。对不起了，江先生，这种履历我没法给你们通过。白教授，你能不能通融？档案只是档案，我女儿她很优秀的。是啊，白教授，我女儿法语可是过了中级呢。这样吧，你们来的正好，今天刚好有一个权威的老教授回归，在帮我代课。一会你让你家女儿去好好表现一下，如果能让她认可写一封推荐信，那事情说不定还有转机。真的，月月，你可一定要好好表现啊！放心吧，爸爸，我一定让那老教授刮目相看。Bonjour à tous, aujourd'hui, j'ai remplacé le professeur by pour vous donner un cours. Permettez-moi maintenant de me présenter. 哇，好有格调的老教授啊，而且口语也太标准了吧！我记起来了，他就是咱们学校配备教学视频里那个精通7国语言的姜老教授。没想到有生之年居然能上本人的课。咱们就坐在后排吧，快乐坐吧，别打扰老教授上课。那是爷爷。月月，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怎么还提你爷爷的事？快坐下上课吧。月月，你是不是被吓傻了？你爷爷一个日常只会洗衣做饭的死老头，怎么可能会法语？就是，就算他是腾龙集团董事长，归根到底，他也只不过是个大字不识的老头，怎么可能是清大教授呢？不愧是老教授，阔别讲台30年，这bản书还是那么赏心悦目啊！白教授，这位老教授是不是就是清大语言系最厉害的教授了？没错，30年前他就是咱们系里的首席教授，只可惜后来他辞了教授去从商了，说是为了更好的养育下一代。不过昨天他突然要回学校看看，这课真是上一节少一节了。爸，爷爷居然是语言学教授，难怪之前能听懂我骂他。这个死老头到底瞒了我们多少事情？爸，怎么办啊？爷爷绝对不会让我通过转学的。事到如今，只能去求他了。你爷爷之前对你那么好，你好好服个软，认个错，说不定他心一软就原谅你了。江教授讲得太好了，下次我还要来听你的课。好啊，欢迎各位同学再来。江教授，宝刀不老啊，没想到30年没上讲台了，你还是让我们望尘莫及啊。客气了，白教授。江教授，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学生就是我和你说。白教授，不必介绍了，我认得他们。爷爷，爷爷，我可受不起你那么叫我，我和你爸已经断绝关系了，我和你也再没有任何关系。爸，你非要做这么绝吗？月月已经被法兰西皇家学院开除了，如果再不能转到清大，他这辈子就毁了。你不让我可以，但你至少不能这么对你的孙女吧？就是江谦，今天无论如何你也得给月月写一封推荐信。不好意思，想拿到我江谦的推荐信，他还不配。爷爷，为什么啊？你都半截入土的人了，怎么就那么小肚鸡肠呢？我都已经给你道过歉了，你就不能原谅我吗？我小肚鸡肠，江月，麻烦你搞清楚，清大可是国内数1数2的名校，以你这种道德水平，有资格进入我们学校吗？江谦，你疯了！
还说你不是说小肚鸡肠，月月不过是骂了你一句，你就闹到这种地步，至于吗？随便你怎么说，反正我绝对不会同意。他死老头，你等着，你不同意有个屁用啊！说到底，你不过是个教授，以月月的专业能力，我们直接去找校长，校长肯定会同意的。不用找了，我就是校长，我听江教授的。什么？凭什么？我们家月月那么优秀，她在法兰西皇家学院可获得那么多荣誉证书。这位先生，我不管你女儿优秀与否，我只知道江教授那么和蔼可亲的一个人都看不上的学生，他的品行是该有多恶劣啊！白教授，让他们走吧。赶紧走，赶紧走！清大不欢迎你们。江教授，当年你可算为了他们才放弃学校的工作的吧？现在想来真替你感到不值啊！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不必再提了。姜伟，这就是你说的能让月月入学？现在好了，闹成这样，月月可怎么办啊？你问我，我问谁啊？我哪知道我爸会是清大教授啊？这是全都怪爷爷，害得我被退学，害得爸爸公司破产。什么？你说的是真的？腾龙集团是我妈留下来的？好你个江谦，居然敢独吞上千亿的资产！姜伟，什么意思？我找人查到了，腾龙集团的上一任董事长是我妈，也就是月月的奶奶。我只是没想到我爸居然瞒了我30年。难怪爷爷愿意在我们家当牛做马30年，不肯告诉我们，原来是怕我们分走遗产。你妈留下的公司，按道理你应该才是第一继承人才对吧？这个老头居然想着独吞，这笔钱本该属于咱们的，不行，必须让这死老头把钱吐出来。爸妈，既然如此，我有一个办法让他把钱吐出来。你们知道吗？江教授他孙女在网上爆料了，说他霸占了自己老婆的巨额遗产，1分也不留给后代。就是啊，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不要脸的老东西也能当上教授。董事长，出大事了！吴总裁，发生什么事了？是江伟那一家3口，他们在腾龙集团总部大楼顶上嚷嚷着要跳楼，而且还开了直播，说你霸占了陈女士遗产后，还害得他们无家可归。您看要不要请人把他们轰下去？算了，这事我自己过来处理吧。这位同学，你这是干嘛？不要脸的老东西，你也配给我上课？赶紧滚回家去吧！就是，连自己家人都下得去手，虎毒尚且不食子，你真的连畜生都不如啊！你们够了，所有人都回去，这堂课暂停。切，暂停，我看这辈子都别回来了吧。江教授，你家里的事我在网上都看到了，但我绝对相信你的为人。学校这边我已经帮你压下去了，只是暂时停课，您还是先回家处理家事吧。多谢乔校长了。家人们谁懂啊？恶毒爷爷霸占我奶奶的财产就算了，还搞得我们无家可归。你们快看啊，我爸妈被逼得都要跳楼了。摊上这样的公公，我们一家3口造的什么孽啊？呵呵，死老头敢和我斗，看我怎么玩死你！这些年，江家对他照顾的无微不至，供他吃供他喝，好声好气的伺候着他，谁知道到头来却落得个流落街头，即将家破人亡的下场。这简直就是颠倒黑白。原本我以为只要拿走他们的一切，断绝关系，我的日子就能回归平静，过得安宁。没想到这群人的无耻程度远远超乎了我的想象。既然如此，那我这把老骨头就奉陪到底。吴总裁带我上去。爸妈，你们千万别做傻事啊！你们跳了我可怎么活啊？月月啊，不是爸爸妈妈想死，而是只有死你爷爷他才会放过你。是啊，你爷爷那么心狠手辣，如果真的失去你，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爷爷，求求你放过我们吧，你不要再逼我们了，行不行？爷爷，你为什么要打我啊？从小到大你都这样不由分说的动手，我到底哪里惹你了？吴总裁，打电话把楼下安保清空，他们不是要跳吗？我给他们留足空间，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胆量从这里跳下去。啊，你一定要把事做绝吗？这不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吗？吴总裁，帮帮他们。爸，你干什么？放开我！你们不是说愿意替江月跳楼吗？怎么不跳了？老东西你！爷爷，你太天真了，你不会以为我爸妈真的会跳吧？都是演给网上那群傻子看的。现在舆论可都掌握在我手里，接下来我看你如何应对。你以为你整这一出就能击垮我？不然呢？你以为你还有转圜的余地吗？识相的就乖乖把奶奶的钱吐出来，否则，爸妈，我看爷爷还是不肯原谅我们，我们还是走吧。死老头，你就等着被网暴吧。董事长，你就让他们这么走了？哎呀，对，
让他们走，我倒想看看接下来他们还耍什么花招。家人们，你们快看啊！我被恶毒的爷爷篡夺家产，无家可归，现在只能住在酒店。他还逼得我被法国皇家学院退学，毁了我的一生。你们说，这样一个恶毒的爷爷，凭什么担任腾龙集团的董事长？又凭什么出任清大的教授？董事长江月一直在煽动舆论，咱们集团的股票这2天已经跌了好多个点了，再这样下去，公司的发展会崩盘的。总裁，不好了，集团楼下来了很多聚众闹事的群众，我们的安保力量快拦不住了。那就给我联系分公司的保安，把他们全都派到总部来。另外通知公关部，赶紧干活，我就不信收拾不了这家造谣的人。慢着，吴总裁暂且不必麻烦公关部了，我这就有法子治他们。什么办法，董事长？爸，困在办公室的感觉不好受吧？你想表达什么？没什么，我就是看您老人家可怜，网上舆论让你寝食难安了吧？这样，只要你现在肯服软，认个错，再把妈留下遗产交出9成，我们可以既往不咎，如何？9成？你是想要整个腾龙集团？没错，你都那么老了，差不多也该放手了。放心，留给你的那1成遗产绝对够你用到死了。前提是你要开个发布会，公开给我们一家3口道歉。你让我给你道歉？姜伟，你可真会做梦。爸，你觉得你现在还有的选吗？或者说你真想晚节不保？行，你让我考虑考虑。哎呀，会长，你怎么可以跟他妥协呢？吴总裁，事情当然不是你想的那样了。他们既然搭台唱戏，想用舆论压垮我，那我这接戏的自然也要备好舞台。吴总裁，你去准备一下，明天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把全市的媒体都叫过来，我倒要看看这家人接着怎么演。江谦，这死老头真的打算把腾龙集团交给我们了？那是当然，要不然何必开这个新闻发布会？还不是受不了舆论压力，准备低头认错了？还是我女儿厉害，只是略微出手，这死老头就乖乖认错了。而且这下不仅钱归我们了，这死老头名声也臭了。那是他自己活该，谁让他把事做得那么绝，对爸爸的事业下手，搞得我们一家无家可归，这就是事实，给他10张嘴也解释不清。姜伟先生，作为受害者，你有什么想对姜董事长说的吗？希望我爸能迷途知返吧。舆论是公平的，既然大家伙都支持我，那就证明他欠我一个道歉，欠我们全家一个道歉。没错，不仅如此，他今天必须要把月月奶奶的钱交出来，这些钱本来就属于我们。看，姜董事长来了。姜谦先生，请问你是受不了舆论压力，要公开向姜伟一家道歉吗？道歉？我为什么要道歉？我又没有做错事，我不需要向任何人道歉。姜谦先生，你刚刚说你不会道歉，难道你对姜伟一家所做的事情没有一点忏悔吗？忏悔？你们搞错了吧？该忏悔的是他们才对。江谦，事到如今你还在装什么？我们一家3口的处境难道不是你害的？还让我们忏悔？我看你真是疯了！我去，这老头也太不要脸了吧！众目睽睽之下，居然能说出这么可笑的话。那可不，为了独占腾龙集团的几千亿资产，他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爸，现在舆论都已经一边倒了，你还要嘴硬到什么时候？妈的遗产你必须全部拿出来。合着搞了半天，你们一家最后放不下的还是这遗产啊？不然呢？爷爷，那只是我们应得的。没错，我是姜家唯一独苗，我就不相信我妈临死前1分钱都不给我留。那你还真猜对了，你妈确实1分都没留给你。不可能，空口无凭。你少胡说八道！空口无凭？那你看这份遗嘱够吗？我死后，本人名下全部财产交由丈夫姜谦继承，其他人不得干涉。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一定是你找人伪造的。伪造？我有必要伪造吗？这遗嘱早就公证过了。况且作为儿子，你连自己母亲的字迹都认不出来了吗？妈，怎么会把钱全部都给你？明明我才是他儿子，我才是唯一继承人。什么情况？这要是真的，那姜谦岂不是不算独占，而是合法继承吗？那又怎么样？就算是合法的，就应该对自己儿子那么绝吗？江谦，抛开事实不谈，就算遗产是你一个人的，你也不能不管你儿子的死活吧？就是啊，爷爷，你明明都有那么一大笔遗产啊，为什么非要做那么绝？就不能拿出一点给我们吗？够了，少给我在那装可怜！我早就说过了，你们休想再从我这得到1分钱！哎，够狠的这老头！居然能对亲生儿子一家做到这种地步。姜谦先生，你为什么不愿意接济你的儿子呢？难道你真的想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流落街头吗？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这笔遗产我有更大的用处。网上不是说我江谦贪财吗？那今天这场新闻发布会就是要告诉大家，我要把这笔遗产捐了一分不留。什么？疯了！你一定是疯了！爸，你不能把这些钱捐出去，那钱也有我的份。没错，孙老头，你要是敢这么做，我们就继续网暴你。我觉我刚没听错吧？江谦儿媳妇说继续网暴江谦。是啊，江谦这架势是宁愿把钱捐了也不给他们留，也没有姜伟一家描述的那样贪财啊。好了，该说的我都说完了，集团的捐款会陆续公示，是非公道自在人心。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爸，怎么办啊？网上已经开始有人骂我们了。是啊，姜伟，这死老头不能让我们偷鸡不成蚀把米吧？你还说，要不是你说漏嘴，哪有这么多事？谁知道这死老头会一气之下把遗产给捐了，他真是疯了。好了，事到如今，如果我们还想翻盘，也只能请月月的太奶奶出马谈一谈了。好的，我知道了。董事长，刚才公司那边收到你母亲的电话，说是要请你去她那里吃晚饭。妈，她怎么突然？自从给江家这一家三口当牛做马了30年，就没好好看过妈了，是我的错。今天就去好好看看她吧。吴总裁，你准备一下，去我妈家。董事长。太奶奶真是太麻烦你了。这有什么可麻烦的？一家人没有隔夜仇，吃个饭，好好谈谈就好了。奶奶说的是，姜伟他妈走后，这些年一直都是靠他爸一人把他拉扯大，你们可一定要尊敬孝敬他，知道吗？是，奶奶说的是。你们果然还是阴魂不散啊！妈，好长时间没来看你了，这些啊是我买的补品，你吃着对身体好。说的哪里话，你也不年轻了。来，我们坐下吃饭吧。今天这顿饭啊，可是姜伟他们一家三口特地为你准备的。哈哈，当了几十年的大爷，现在倒是知道尽孝来了。爷爷，这是我特意给你烧的糖醋排骨，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吧。怎么你现在不喜欢吃你的牛排了？江谦啊，具体的情况我也听他们说过了，都是月月一时嘴快，冒犯到了你，你也不至于让他们一家三口无家可归吧？你就当月月还是小孩子，不知轻重，原谅他吧。是啊，爷爷，你就当我从前嘴贱，原谅我好不好？妈，你今天要是被请来当和事佬的话，这饭我真不能吃了。而且他真的只是一时嘴快吗？爷爷，你到底还要怎么样？你深明大义，把奶奶的遗产全捐出去了，现在在网上挨骂的却是我们一家，你还嫌不够吗？就是啊，爸，奶奶都在这看着呢，你还要对我们赶尽杀绝吗？我们不求别的，就希望你拿出一部分遗产来，再帮月月进入京大。我们的要求不算高吧？就是啊，爸，奶奶都80岁了，你还继续犟着让她伤心难过吗？你也知道你奶奶80了，那你还来打扰她，你也太不懂事了吧？都是一家人，先别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江谦啊，好好的一家人都闹成这样了，要不就适可而止吧。适可而止？我给他们一家当牛做马的时候，怎么不见他们适可而止？现在情况对他们不利了，就来和我讲情理了，完了。江谦啊，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听月月说的可都是你在闹脾气啊。妈，本来不想刺激你的，但这一家三口那么无耻，我也没必要给他们藏着掖着了。什么断绝关系？你个不孝子怎么能和小伟断绝关系呢？妈，你先别急，我看你从他们嘴里听到的事情大概都是添油加醋过的吧，就让我来给你揭示真相吧。奶奶，你别听爸瞎说，他还在气头上，讲的话都是胡说八道的。是啊，太奶奶，我们都被逼成这样了，你难道还要相信爷爷吗？好一个胡说八道！姜伟，你们敢做都不敢当了，不是喜欢玩弄舆论吗？那我就让你奶奶好好看看网上是怎么说你们一家的。网上顶多就是没那么顺风了而已，给太奶奶看了又有什么用？太奶奶既然爷爷执意要看，你就看吧。Comment put I L Y of war on V L M C stupid。爷爷，你哪来的视频？快删了！你这发出去，我们会被网暴死的。好你个江谦，居然在家里安装了监控，你好深的心机啊！够了，月月，这都是真的吗？你怎么能那么说你爷爷？太奶奶，我那是在法国留学久了，被外国人影响，一时心直口快罢了。反倒是爷爷反手就害得我被法国的大学退学了，我这辈子都被他给毁了。就是啊，奶奶，爸还卡着月月的推荐信，
连国内的清大都不让他上啊！江谦，你怎么？说够了吗？说够了我就继续放了。没错，死老头，你要是敢这么做，我们就继续网暴你。这不是真的，这是后期合成的。奶奶，你别被他骗了。爸爸，不好了，我们被人肉了，那些网友都发短信骂我们呢。什么？爸，你快点把视频删了。江谦啊，这发生什么了？他们怎么突然都这样了？妈，你不知道吧？就是一种舆论压力。之前他们就是这么对我的，我现在做的只不过是对他们如数奉还。姜伟，你个不孝子，给我滚出来！给你爸爸江谦跪下道歉。江月，你竟敢恶意引导网友网暴你爷爷！你要是不跪下道歉的话，这辈子都别想混了。江谦，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有人在我家门口骂月月他们？怎么办啊，爸爸？我们被人肉出地址了，他们找过来了。江谦，你太过分了！当着奶奶的面，你也要置我们于死地吗？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那点小心思，找我妈不过是想逼我妥协，可我偏不。既然自己开启了舆论战，那也让世人好好看看你们的嘴脸吧。江谦先生，你上传的视频都是真的吗？他们这30年来真的都是这么对你的吗？我说过，是非对错自在人心，我只是把真实的影像放出来，至于大家怎么解读那不关我的事，我和他们已经再无瓜葛。江谦，你这样是不是做的有点太绝了？老奶奶，你可别被他们给骗了，网上的人都扒出来了，当初是江谦先生主动牺牲事业，一心投入家庭，结果却错付了。是啊，销声匿迹30年，却被这仨白眼狼呼来喝去当保姆一样使唤，完全不被当作自家人。他们现在这样的下场，完全就是咎由自取。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太奶奶，那还不都怪爷爷故意隐瞒身份，他要是早点说，我们怎么会那么对他？你们这说的什么话？难道你爷爷没有这层身份，就不值得你们好好对待吗？奶奶，这也不能全怪月月啊。爸，他要是早一点告诉我们，不至于闹成这样啊。逆天，这一家人实在是太逆天了。连你也要气我是吗？上梁不正下梁歪，家门不幸啊！江家造了什么孽啊？妈，我本来是不想刺激你的，但这一家人实在是不可理喻。江谦啊，不怪你这么多年你受委屈了，你做的没有错，他们还想让我逼你妥协，想都别想。什么？太奶奶，你怎么能这样？你答应让爷爷原谅我们的，怎么能出尔反尔呢？就是啊，黛拉，这个家都被爸搅得鸡飞狗跳了，我们可都指望着你结束这场混乱呢，你怎么能说反悔就反悔呢？够了，不要再说了，你们说再多也没用的。之前是我听信了你们的一面之词，说的江谦好像在你们家作威作福一样，可事实却和你们说的完全相反。这老太太是江谦先生的妈妈吧？她比这一家白眼狼明事理多了。姜伟，你要是还有点良知，就快给你爸跪下道歉吧。连你奶奶都清楚是你一家人做错了，你们还在坚持什么啊？爸，你快看看这些人，他们都跑到家里来骂我们了，你赶紧把网上那些视频都下了。我凭什么要关？允许你们发视频就不允许我发？我这么做只是为了让大家看到真相。江月，请问你用法语辱骂你的爷爷这件事情属实吗？姜伟，当时视频里你们当父母的非但没有阻止，还默许了女儿的行为，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不是，这都是假的。你们不要听信这老头的话，那些所谓的证据都是 AI 制作的假视频。奶奶，你快让爸和记者解释啊！再这样下去，这些流言蜚语会毁了我们全家的。是你不仁在先，现在怎么能怪你爸不义呢？今天家里来了那么多记者，你们要是再闹下去，我也要和你爸一样和你们断绝关系。江月小姐，现在连你的太奶奶都要和你断绝关系，请问你有什么感想？另外，能否请解释一下你一直以来辱骂长辈、散播谣言的反常行为？走开，滚！我不想说。江先生，刘女士对于这样的结果，你们不觉得是你们家庭教育的失职吗？走，都走开！我不接受任何采访。快跑，快跑！出来了！家人们上啊！都别客气，狠狠的扔！居然敢利用我们的同情心，一家子猪狗不如的东西！爸，现在该怎么办啊？连太奶奶都不肯帮我，而且网上我的名声都臭了，别说是清大了，这下连普通学校都去不了了。行了，别说了，现在上学不是问题，问题是遗产。只要能拿到钱，你去哪所大学不行？好了，都别说了，能不能说点有用的？姜伟，
那死老头把你卡停了，你还有别的钱吗？快拿出来，不然今天我们真的流落街头了。我哪里还有其他钱？这些年一直用的都是我爸给的卡，现在全都被停了。姜伟，你怎么那么没用？这么多年你就不会自己想一些存钱的办法，只会用那老不死的钱吗？你还好意思说我？你们娘俩用的就少了吗？这些年也刷出去几个亿了，怎么没看你们存下来一点？姜伟，你什么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些年你偷偷给你那不成器的弟弟都塞了上千万了，现在我们有难他人呢。爸妈，别吵了，再吵能有什么用？我身上都快臭死了，快找个地方，我要洗澡。那还有什么办法？只能先回你外婆家住了。江倩，你给我等着，这事没完。明明、小伟、月月，你们怎么来了？哥，我想家了，我们想回来住一段时间。住当然可以了，欢迎啊！妈，怎么回事啊？来的是谁啊？呀，这不是我的姐夫大驾光临吗？怎么有空来寒舍啊？你不是每天都忙着几十个亿的生意吗？还有月月，不是在法国读书吗？怎么还有空回来？敏敏她想家了，这段时间我们想就在这住一段时间。想家？我看不是吧？你们一家三口跟我还装什么？我看你们是无家可归了吧？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姐夫他不是刚接到腾龙集团一个几十亿的大生意吗？怎么可能无家可归呢？阿芒啊，你别和妈开玩笑好不好？是不是开玩笑？你问问他们不就知道了？明明啊，你弟弟说的是真的吗？江家到底怎么了？就算生意出问题了，那也不至于流落街头啊。哥，我们真的没地方去了，就回家住一段时间，之后肯定能东山再起的。是啊，外婆，我们就住一阵子，你就快让舅舅放我们进去吧，我身上都要臭死了。啊，月月，你身上怎么这么多脏东西？谁给你弄成这个样子的？还能是谁？正义人士呗，他们啊，这都是自作自受。流氓，你少说风凉话！我们江家这些年前后资助了你上千万，你现在就这样报答我们吗？上千万和我们江总动辄几十个亿的生意比，这上千万算个屁！现在你们落魄了，知道来求我了，当初你们早干嘛去了？爷，你这喂不饱白眼狼！阿芒啊，你怎么能和你姐这么说话？这些年我们可都靠他们家关照才有现在的生活的，做人啊不能忘本，快让他们进来吧。妈，你别傻了，他们现在不过是一家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让他们进来干嘛？流氓，你真的就忍心看着你姐姐一家流落街头吗？你忘了这些年我给你的资助了吗？是啊，阿芒就算没有资助，他们始终是你的姐姐和姐夫啊。那好，我可以收留他们，但不能给你们白住。什么条件？说说，我考虑一下。姐夫现在不也失业了吗？我倒是有个不错的职业，就来当我的司机怎么样啊？什么？怎么不愿意？不愿意就滚，继续露宿街头去。流氓，你简直疯了！让我给你当司机，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是谁？我姜伟这辈子从没给任何人当过司机。那就是不答应呗。亲，赶紧走，别在这儿烦我。流氓，你不能这样，我是你亲姐，这些年我往家里添了多少钱，你就这么对我？你真要做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吗？白眼狼，你少往我身上扣帽子！这么多年，我主动找你要过1分钱吗？全是你自己上赶着给的，又没人逼你。你说什么？我自愿？那是妈天天在我耳边念叨，让我多帮衬你，我才一次次给钱。你成家立业的开销，哪一分不是我出的？你真能这么绝情？你都说是妈让你给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再说了，姐姐给弟弟花钱，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少在这儿卖惨。舅舅，求你了，让我们进去吧。现在网上全是骂我的，要是被那些人找到，我们就完了。呀，这不是江大小姐吗？现在知道怕了，早干嘛去了？当初骂自己爷爷的时候，不是挺横的吗？之前去你家，你不也用下巴看我？如今落难了才来求我，不觉得可笑吗？除非姜伟现在点头答应做我的司机，否则门都没有。绝不可能！月夜、敏敏，我们走。就算流落街头，我姜伟也绝不会给这种人当司机。爸，我不去，现在上街，非被人骂死不可。姜伟，你就答应了吧，现在出去和找死没区别，都这时候了，别再死要面子了。你们是啊，小伟，你生意没了，不想流落街头，就当我儿子司机吧，他不会亏待你的。姐夫，你看我妈都这么说，咱是一家人，我怎么会亏了你？以前你怎么对我，我现在怎么对你，公平得很。家人们，江家3口肯定躲这儿了，臭鸡蛋准备好，一会儿别人骗了。放心，不砸烂这伙畜生的脸，难解我心头恨。姜伟，快点决定，不然外面这些人该找上门了。爸，你自己犟没关系，能不能别连累我和月月？好，我答应你，快放我们进去。行，进来吧。又怎么了？我已经答应你的条件了。是啊，但见到老板，你就不知道问候一句。你想怎么样？
低下头，叫我刘总，就像以前我见你那样。刘总，哈哈，这才对嘛！记住了，以后就这么叫我。江先生、刘太太、江小姐，请用茶。王妈，不用上茶，他们不是客人。可是刘总，你以前特意交代过，要好好招待江先生一家。那是以前我还死皮赖脸的求着他们看我一眼，结果呢，人家压根瞧不上我，次次找借口推辞，到最后干脆无视。现在他们就不配喝我的茶。流氓，你闹够了没有？我们一家都被逼到这份上了，你还想怎么样？王妈，从明天起你放下了，家里的杂活都交给江家母女吧。什么？刘总，这不太好吧？有什么不好？想在我刘家住，就没白吃白住的脸，不想干就滚蛋。流氓，我是你亲姐姐，你怎么能让我干下人的活？就是啊，舅舅，你怎么能这样？我说了，不想干就滚蛋，别让我重复第二遍。王妈，带他们去你房间，今晚就住那。爸，这地方怎么住啊？比以前我们家的厕所还小，就不能住妈以前的房间吗？别吵了，都怪你，非要嘴贱骂你爷爷，害得我们一家落得这般田地。江伟，你疯了！造成这一切的是江谦，若不是他赶尽杀绝，我们用得着寄人篱下吗？江谦，对，这一切都怪他。没错，那死老头虽说把遗产捐了，但一时半会儿根本捐不完，他一死，家产还不是我们的。你们怎么能想出这种馊主意？江伟，你别在这中清高，你难道真甘心给流氓当牛做马，去给他当司机？只要能合法继承家产，就算被世人唾弃又怎样？拿到钱才是真的。对，我们得抓紧时间，必须在他把遗产全捐出去之前把这事办了。是他绝情在先，就别怪我们无情在后。好，干了。我们该怎么做？交给我吧，放心，保准做的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月月，你小心一点。江教授，学校把你这些年发表的文章整理汇编了，编成了这本书，现在就等你去出版社授权，就能出版了。挺好，辛苦学校费心了，白教授，我会按时去出版社的。喂，白教授，还有什么事吗？怎么回事？突发车祸，患者伤势危重，快请李主任过来抢救。新闻上说那老头出车祸了，这正好是我们夺得家产的好机会啊！太好了，总算栽在我们手里了。他一把年纪，撞得这么重，肯定就不活了。只要他死，遗产就是我们的。爸，你可别怪我不孝。医生，我们是患者家属，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您别自责。谁说患者死了？目前生死未卜，但我院一定会全力抢救。抢救可以，但医生，你得帮我们开份证明，方便我们申领遗产，不然住进 ICU， 一天几万块，我们根本付不起。是啊，医生，合同我们都准备好了，您签个字就行。可患者还没醒，这不合规矩。我们当然知道他没醒，所以才找您帮忙。要是耽误了交费，延误了治疗，这个责任您担得起吗？我们比谁都想让他活，可没钱怎么交医药费啊？您就在这上面签个字，签了字我们就能凑钱救他了。医生，你的职责是治病救人，我们的家事你似乎管不着吧？慢着，你们来这干什么？医生，你别管他们，快签字。逆孙啊，你父亲躺在急救室里，生死未卜，你竟说出这种话，你还是人吗？家门不幸的，没想到江教授竟养出你们这群白眼狼，人还没死，你们眼里就只剩遗产，良心都被狗吃了吗？说的这么重情重义，怎么你想下去陪他啊？就是江谦出车祸，是他为老不尊的报应，不乖乖把遗产给我们，反倒捐出去，害得我们一家鸡飞狗跳。少跟他们废话，医生，快签字，我们才是合法继承人。不能签，医生，你这是滥用职权，我可以告你。你一个外人，凭什么管我们家事？学校卡我入学，继承遗产你也拦着，别以为年纪大我就不敢打你。江玉，你个孽障，当初不通过你入学，真是太对了，有你这种孙女，简直是江教授一生之耻。医生，我是患者唯一的儿子，别管他们，快签字。你是患者的儿子，可患者才20多岁，怎么可能是你父亲？怎么可能？难道里面躺着的不是江谦？什么江谦？患者姓陈。你说什么？姓陈？不可能！新闻说车祸伤者是江谦啊！董事长，救您的小伙子在急救室，仍在抢救中。江谦，你怎么还活着？刘主任，小伙子情况如何？安排最好的救治，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江教授放心，已用最优资源，患者仍未脱离危险期，我们会尽力。不怪我，小伙子是为了救我才陷入危险的。
江教授，现在自责也没用，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是个小伙子在里面？是啊，江谦，看到你车祸的新闻，我就赶来了。怎么会这样？这是说来话长。江谦，你怎么可能还活着？你明明应该……怎么，我活着让你们很失望，很不甘心啊？我能活下来，全靠里面正在抢救的这个小伙子。刹车怎么坏了？论，是不是刹车坏了？快回答我。是，小伙子，你快躲开，这里太危险了。江教授，是您冷静点。我知道这车有紧急制动按钮，就在方向盘侧边。吴总裁，快叫救护车，带最好的医护团队，立刻来学院路，快！小伙子，撑住，救护车马上就到，你一定要撑住。就是这个小伙子，为了救我才进的急救室，他一口一个江教授叫我，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江教授别难过，这小伙子心善，好人自有好报，肯定会挺过来的。倒是你的这些不孝后辈，从一开始就巴不得你死。你们三个畜生，居然盼着自己的父亲、爷爷去死，真是要气死我了。妈，算了，跟他们志气不值当，他们的为人，我看了30年，早就看清了。你动手只会脏了自己的手。都已被断绝关系，还死死惦记着你的遗产，有这样的子孙啊，真是连路边的狗都不如。死老头，你胡说什么？这是我们江家的家事，和你有什么关系？江谦再怎么样也是我父亲，除了我，他还有别的继承人吗？最后钱还不是我的。哼，你以为我会让你们得逞？吴总裁，立刻去查清这个小伙子的身份信息，我要收他为干儿子。我死后，所有剩余财产全部转交给他。什么？不，爸，你不能这么做，那是我的钱。你们这群畜生，为了钱竟敢害我，有什么资格阻止我？董事长，我这就去。完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事到如今，就只能继续靠舆论了。既然舆论能反转第一次，那就有第二次。这次我们豁出性命，就不信江谦不服软。月月，你要做什么？大家快来看啊！恶毒爷爷坐拥千万财富，却要把我们一家3口往死里逼，不给我们留一条活路。这是干什么？疑似相逼吗？姑娘冷静点，你虽做错事，但还年轻，别拿性命开玩笑。月月，快把刀子放下，别执迷不悟了。没错。你以为我还是当初对你百依百顺的老头吗？拿把刀又如何？你做错的就该自己承担。江谦，你少装大义凛然，网友都看着呢。要是月月死了，你也别想有好下场。我没有好下场。哼，江月，你之前的所作所为，你觉得还会有网友会信你吗？爷爷，之前的是我有错，但这也不是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理由。他还想干什么？网友们，我爷爷口口声声说要捐遗产，实则偷偷认了干儿子，是想转移财产啊！你们别被他骗了。这事还有反转？是啊，网友们，如果不是有隐情，那月月至于以死相逼吗？好，你们要演，我便奉陪到底。月月，别拿性命赌气，我们跪下来求他，放我们一条生路好不好？江谦，我给你跪下了，财产我们不要了，求求你放我们一条活路吧。家务事闹得以死相逼，实在是太难看了。是啊，江谦还说要把钱全捐了，结果最终认了个干儿子，说一套做一套，真恶心。江教授，我们先回去吧，在镜头前说什么都被放大，只会越描越黑。白教授，多谢你的好意，但他们泼的脏水，我都能一一回应，你无需担心。一一回应，这老头果真是不懂互联网，人们只会信完美受害者，认干儿子这事就是你的把柄，而且这次我早有准备。江谦，这次我不仅要你吐出财产，而且还要身败名裂。做人留一线，老头，你这样逼和在杀人有什么区别？就是，而且说得好的捐遗产，我看到头来还不是舍不得，认了个儿子又把钱装回自己口袋里了。胡说八道，这些弹幕简直是胡说八道。江教授要是贪财，怎么会重新回来教书？江谦，我不懂互联网，可这些人莫名其妙骂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让他们骂就好，等真相大白，他们的脸才打得疼。爷爷，我们真的知道错了。果然，根本就是自导自演的闹剧，真以为这样我认输了吗？月月，你醒了？月月啊，怎么样？有感觉哪里不舒服吗？爸妈，之前是我装的，我们快开直播，现在是我们翻盘的关键。家人们，我醒了，
我不怪爷爷，求你们不要去攻击他，只要他之后给我们留条活路就行了。董事长，为什么不让我告发他们？我们明明就有证据。让他们先骂吧，闹吧，等到时候打脸才真的疼。这样就差不多了。那死老头，这回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是啊，月月，他放着我这个亲生儿子不要，却去收一个生死未卜的干儿子，简直是活到狗肚子里去了。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吗？接下来我们只要想办法弄点意外，让那个救江谦的人死在医院，那时江谦才是百口莫辩。薇儿，你要杀那个男人？妈，事到如今，你以为我们还能回头啊？月月说的对，只要那个男人死了，江谦风评肯定更烂，到时候等他郁郁而终，咱们一家不就能顺理成章的？不过月月，你是怎么知道江谦还留着遗产？爸，你不会以为江谦真的能忍住把那几千亿的遗产都捐了吗？所谓捐款，懂的都懂。那么多年的慈善晚会，你还不明白吗？对哦，女儿，你说的对，这种事大家都心知肚明。这老家伙装什么清高？董事长，这是你要的各慈善机构的回执，你确认要公布吗？本来想等我彻底隐退了，再把这些东西公布了，好让我安心教书。不过既然那一家三口如此执迷不悟，那我也乐意奉陪。吴总裁现在就公布，不过要慢慢的一笔一笔从小到大公布。他们不是说我诈捐吗？那我就把消息挂满热搜，让他们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小丑。法国那边的人联系的如何了？本以为退学就能让他收敛收敛，没想到反倒是把他恶人的属性完全逼出来了。董事长，法国那边的人在路上了，江月在学校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也很快就会公之于众了。我知道了，吴总裁，我累了，你下去吧。对了，董事长，我想有一个人你肯定会很感兴趣。流氓，倒是把他给忘了。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吧，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也别怪我做的太绝。江谦老贼，你给我滚出来！你把我们骗得好惨啊！江谦，你个欺世盗名的老贼，骗得我们好苦。董事长，你不能出去，太危险了，只要电视直播就行了。我江谦行的正坐的端有何可惧啊？可是那是一群被江家洗脑的疯子啊！正因如此，才要正面回应。既然要打脸，那就该从正面狠狠的打。哈哈哈，江谦这回也让他享受一下被人扔臭鸡蛋的滋味。江谦，你欺世盗名不得好死！就是江谦，你个老不死，居然还敢阳奉阴违，好一个干儿子！嘿，素剑，我想问问，江谦怎么就欺世盗名，怎么就阳奉阴违了？你说要捐款，结果到现在都一点消息都没有，而且还多了个干儿子，这难道还不是欺世盗名吗？对呀，我们都听你孙女说了，你可是把他们逼上绝路也一毛不拔的铁公鸡，怎么可能心甘情愿把钱给陌生人？你就是在诈捐。果然又是那家人，行动挺快嘛。吴总裁，把东西发下去吧。诸位，想必这就是大家想要的说法吧？只想隐退后再公布，但既然有人恶意带节奏，那我也该让这真相大白于天下。真捐了10个亿，难道是我们误会了？那咋了？这才10个亿，根本就是9牛1毛啊！就是，那这么点钱糊弄谁呢？谁知道？谁说只有这一条了 ？S 是只是刚刚开始。各位，如果想知道全部的话，现在可以拿起手机聆听腾龙集团的声音。这江谦在干什么？吓唬我们呢？他有本事就把钱全捐了啊！捐10个亿有什么用？我说了，人们要的是完美的受害者，他已经不完美了。不对，月月，你快看啊！隔壁 K 市也发新闻了，腾龙集团也捐了5个亿。妈，你慌什么？这江谦把自己架得那么高，我就不信他真的能当圣人，把钱全捐了。只要他还留有一点财产，就等着被清算吧。腾龙集团向 T 市慈善基金会捐款1亿，腾龙集团向 W 市慈善基金会捐款1亿。月月，特别慌，我就不信他能全捐了。腾龙集团向 P 市慈善基金会捐款1亿，腾龙集团向 H 市慈善基金会捐款1亿。月月，咱们今天的直播还要播吗？直播？现在这个情况怎么直播？热搜前100全是腾龙集团捐款的消息，你要我怎么播？去找妈妈。江董事长，他居然捐了几百个城市的慈善基金会，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江总，我们错了，我们错怪你了，您真的是圣人在世啊！董事长，法国那边的人都到了，他们会讲中文，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开始了？把人带来吧，我今天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被人一览无余的绝望。2位，劳烦你们跑一趟了，这次你们可得帮我好好的讲清楚江月在学校期间的英雄事迹。江先生，
你说的哪里话？你所谓我们学校一直以来最大的赞助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交奖钱先生，我们喊了一帮年轻人们后，没想到你这么神奇的一个人，居然有这么粗鄙的后代。那就麻烦你们了。各位，肃静听我说一句，江月，我知道你在看，你不是一直觉得你在学校学了法语很高贵，很了不起吗？可以随意辱骂你爷爷。那我倒要让你学校的老师讲清楚，你是不是真的那么高贵？不可能！江谦从哪里找来的这2个人？月月，怎么了吗？这2个外国人有什么好在意的？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如何解决这波危机啊？是啊，月月，江谦现在闹得全国上下人尽皆知，我们一家3口要再不想办法，就真的要恶名远扬了。我完蛋了！各位，大家下午好，我是江谦先生，孙女在法国学校的导师，会说一点中文，很高兴能被邀请来到法国，交流江月的真面目。法国人，江月不早就被开除了吗？难道还有瓜？各位，我听闻江月在家用法语辱骂他的爷爷，身高同性，同时也是跟同性说的，你意味着江月他在法国也经常用中国辱骂我们。只不过他一直不知道我们会中文，就像他不知道自己的爷爷会法语一样。当初江月还在那装可怜，说自己是心直口快，原来他早在外国就这样了。而且他在小期间基本都不学习，所有全都是我请教人帮忙带做，考试全都是假的代考，被发现了就拿他爷爷的钱买平时吃。他的一切都是假的，开始他是理所当然的事，其他的爷爷一直暗中给他机会，没想到就遭到了这样的对待。江月，这就是你说的你在国外好好学习？那么多年，原来那些荣誉证书根本就不是你自己的。住嘴！谁叫那死老头要给我奖学金啊？那些外国人也臭不要脸，给一点钱就什么都愿意做，我能花钱解决的事，为什么还要动手做？还不是怪那群人贪婪。再这样下去我还怎么做人？而且我丢脸就算了，你们俩以后老脸往哪搁？够了，别说了，当务之急是快点把江谦的事压下去。他现在站在那说什么都是全国人民在听，我江伟还是要脸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啊？现在开播也没人会相信我们的。我们现在去把陈华杀了，再栽赃给江谦，那人就是他撞死的，那人们就会再次对他祛魅，而且人死了，江谦也会愧疚，说不定就郁郁而终。月月，这确定现在就要这么做吗？这可是不到万不得已才。别看我了，现在已经是万不得已的时候了。董事长，现在网上全都反过来支持我们了，你这安排实在是高啊！只是想让他们牢底坐穿的话还是不够。我向来不以最大的恶意去揣度任何人，但我觉得那3口肯定是无药可救了。他们若是执迷不悟，牢狱之灾绝无可避免。董事长，这是什么意思？吴总裁，麻烦你送我去医院一趟吧。闹剧结尾如何，我们还得亲自去看看。好嘞，董事长。江伟、月月，我们真的要去杀了那个陈华？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其余的选择吗？我们现在该讨论的应该是什么时候动手。事不宜迟，今晚就得让这个陈华归西。既然这么喜欢替别人挡灾，那也替别人去死吧。对，这事是他自己作死，怪不了我们。不过，月月，要杀人还是你们杀吧，我可不敢动刀子。谁说要动刀了？我们只要去把他呼吸机拔了就行了。之前我都看到了，他被推回病房了，而且还在昏迷。对不住了，你必须死。好黑啊，要不把灯打开吧？我们是来杀人的，要不你再叫点护士来围观。姜伟，你什么意思？我紧张说错话都不行吗？第一次杀人你难道都不会慌吗？好了，都别吵了，都说了是来杀人的，速战速决。这小子是昏迷的吧？该不会办到突然醒过来吧？少乌鸦嘴，都过来，我数3、2、1，我们就一起把他的呼吸面罩拔掉。3、2、1。江谦，你怎么在这？我为什么不能在这？还是说我突然出现坏了你们的好事啊？你别胡说八道，我们只是来看看陈华醒没醒，你别想诬赖我们。就是啊，毕竟是你闯的祸，我们好心帮你看看，你别不识好歹啊。我不识好歹，你们要不要看看清楚躺在病床上的到底是谁？什么？吴总裁，怎么是你？不是我，难道该是陈华吗？你们一家良心真是给狗吃了，争个遗产居然敢谋杀！要不是董事长早有预料，派人转移了陈华，恐怕已经遭了你们的毒手了吧？你少胡说八道，凡事要讲证据的。我们不过是过来串门，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对，你少血口喷人，我们什么也没做，更不可能杀人。串门，串个门需要拔别人呼吸机吗？好了，吴总裁，既然他们还执迷不悟，就别再和他们废话了。
警察同志。什么？江谦，你报警了？我可是你儿子，你怎么能诬陷我呢？江谦，你还嫌害我们不够吗？居然还要报警抓我们！坐牢，坐牢！不，我还年轻，我不能坐牢。你们还是和警察说吧。三位和我们走一趟吧。警察同志，你怎么能没有证据乱抓人呢？我们最多就是串了下门，不至于抓我们吧？就是啊，最多也不过是我女儿调皮动了一下呼吸机，这种情况不是口头教育就行了吗？谁和你们说是医院的事了？你们一家涉嫌一起交通事故的谋杀未遂，请立即和我们回局里接受调查。什么？不可能！你们哪来的监控？那个地方不是没有。警察同志，别听他胡说，他瞎扯的。谁和你们说是监控了？我们收到的是一段视频。什么？视频？什么视频？当然是我拍的视频啊，姐夫。流氓，你怎么在这里？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姐夫。我好心好意收留你们，你们却在我家密谋，还好我及时发现，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的。流氓，你怎么能这样？你居然背刺我们！姐，我虽然自然认是个混蛋，但多少都是生活所迫。没想到你们却敢触碰做人的底线，我没办法，只好大义灭亲了。三位，现在证据确凿，赶快走吧。爸，我错了，是我鬼迷心窍，可我是你唯一的儿子，你不能让我坐牢啊！爸，我错了。爷爷，我知道错了，我还年轻，我不要坐牢啊！警察同志，按照章程办事吧。爸，爷爷，我真的错了。江教授，小陈，你醒了，别急，慢慢说，我马上叫医生过来。涵涵，江教授，你没事真是太好了。我能活下来可多亏了你啊，小陈。江教授，你的课是我这辈子上过最好的课，而且见死不救的事，我绝对做不到。小陈，我说句不合时宜的，你愿意当我干儿子吗？我愿意，江教授。好，太好了，为江家操劳半生，现在闹剧总算结束了。这一次我要为自己而活，